親愛的各位同學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參加今天的 HSK 5級考前輔導系列課，我是嚴老師。我們還是接着上節課說過的內容，繼續來聊一聊我們5級考試當中聽力第2部分的長對話部分，好不好呢？好，聽過之前課程的同學們，相信一定已經學習了整個的如何做題，還有什麼呢？還有我們說的話題，對不對？討論了哪個話題呀？日常生活，是不是？那說完了日常生活，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一看，除了你們的日常生活，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，也是经常考的话题，那就是跟这些像老師一樣天天都在工作的人息息相關的一個話題，那就是工作交往類的。可能呢，一般都是發生在辦公室或者說求職方面的一些話題，也有可能是2個人相互交往方面的話題。好，我們今天就重點來看一看第2部分工作交往類的聽力題目，它可能會出哪些題呢？也就是說，你看到哪些詞，就應該知道你接下來要聽到的對話是關於工作交往的。而你在聽關於工作交往的長對話的時候，應該重點關注的詞，或者說應該掌握的詞又有哪些呢？好，我們一起先從重要的詞彙看起。一直都說了這些詞彙都是什麼呀？大綱詞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對待。我們工作交往的第1個小話題是求職招聘。也就是說，你要想說這個工作類的話題，你是不是先得找一份工作呀？所以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就是求職和招聘類的話題。求職說的是什麼人呢？找工作的人，對不對？那招聘呢？招人說的是公司需要招職員的那些人，對吧？好，那在求職招聘下邊，你應該掌握的詞彙又有哪些呢？我們一起來看一看。首先如果你是一個求職者，你呢是要去找工作的，你就是應該去怎麼樣？找工作還有一個同義詞，那就是去應聘。有人人家想要聘用你，你是去應聘的，應聘也就是去找工作了。找工作的時候一般都有什麼呢？有面試，有筆試，對不對呀？你只有通過了筆試和面試，才可以被錄用，也就是公司才會說跟你簽合同，希望你成為他們公司的一員，成為一個為他們公司工作的人。所以記着這4個詞應該不難吧？也就是一個順序嘛，去應聘，應聘可能會參加面試，有的呢還有筆試，先筆試後面試，完了之後，如果你非常優秀的話，那麼你就會被錄用了。好，我們再來看第2組詞。有的人說，這個工作嘛，有時候幹的時間長了，就想換一份工作了，是不是？換的時候最希望的是什麼？有人可以推薦你。如果有推薦人的話，是不是相對而言，你換工作成功的可能性也就比較大呢？所以，你最好是要有人推薦。推薦的時候呢，有人推薦了，你要去找新的工作了，那你還應該做什麼？不做舊的工作了唄，那就是辭職，對不對？你辭職了，你就有了新的選擇了。是吧？你選擇去不同的公司，你需要先辭職。辭職的時候呢，對你不在這個公司幹了，你還要去辦一些離職的手續。同樣，如果你被錄用了，你被新的公司錄用了，你還需要準備入職手續，也就是你要參加工作的時候需要交的一些材料，辦的一些事情，對不對啊？所以這個第2行也是串起來把它記住。你想要換工作，希望有人推薦你，找到下家了，找到新的工作了，你就要辭職，
你是選擇了另外一份工作，所以你需要辦一些手續，包括離職的手續和入職的手續。好，我們再來看第3行。去找工作嘛，就要去看什麼？看哪家公司招人，哪家公司發布了消息說我們需要一個什麼什麼樣的人，哪個崗位需要招人，對不对？然後你才去投簡歷。投簡歷的時候呀，肯定是有選擇的嘛。一般比較關心的一個話題是什麼？相信找工作嘛，工作的開心不開心是一方面，待遇也是另一方面嘛。給的錢多，當然就越好了呀。當然就說這個待遇啊，也是希望錢多活少嘛。好，說完了待遇，工作了這麼些年，到最後大家都會怎麼樣？到最後啊，年紀大了都会退休。所以呀，這些一共是3、4、12個詞，都是和我們的求職招聘有關的。好，看完了詞彙，我們來做我們的練習題。先看選項，對不對？說我們做聽力題的方法是什麼呢？先看選項，看完選項就可以預測可能聽到什麼內容，可能問你什麼問題，對不對？好，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。A. 只招聘1人。 B. 公司不招人。 C. 女的被錄取了。 D. 女的不想去考試。一共4個選項。 A 說的是招聘1人，說的是什麼？說的是公司，對不對？所以你就預測了這段對話可能是有人去找工作了，可能会說到什麼？說到人家招人，招了幾個人呢？要幾個人，對不對？還有不招人，那 A 和 B 是相反的，所以注意一下對話當中會不會說到公司招人的人數呢？如果有的話，你就需要注意了，因为很有可能就是要問你的問題。那再看 C 和 D。 C. 女的被錄取了。 D. 女的不想去考試。說的都是關於女的，對不對？所以你還需要注意聽的是什麼？女的到底說了什麼？她有沒有被錄取？她應該是去怎麼樣去找工作了。那結果呢？被錄取了還是沒有呢？要注意了。還有不想去考試，那你接下來還要預測一下，一定要提前注意聽的時候有沒有提到考試這個關鍵的動詞。好，分析完我們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，下邊我們就來一起聽一聽這段對話。22，你應聘的那家公司有消息了嗎？上周參加了一個考試，說這周5還有一個考試。那看來很有希望。他們打算招幾個人啊？就1個，我得再好好準備一下。根據對話可以知道什麼？問題來了，根據對話可以知道什麼？這個問題其實就是問你到底人家說了什麼，你得去判斷，對不对？那之前呢就跟大家說了，看完選項做預測，要注意聽的是有沒有提到招聘的人數，对不對？招幾個人，你們聽到了嗎？對，對話當中說了只招1個人，所以 A 肯定是正確的選項， B 和 A 相反，它是錯誤的。那 C 和 D 呢？女的還要去參加考試，最後她還說什麼？要好好準備，對不對？所以她是想去考試的。既然要去考試，考試的目的就是希望被招聘了，被錄用了，是不是啊？也就是說她還沒有被錄取，所以 C
和 D 都是錯誤選項。我們這道題的關鍵句啊，就是男的問了，直接問他們打算招幾個人呢？因為我們之前有預測，所以當你在做聽力題的時候，聽到了招幾個人，一定要豎起耳朵，專心了，要注意了，是不是？答案要出來了。那女的說了沒？告訴你答案了嗎？告訴你了。女的說，就一個，我得再好好準備一下。所以我們答案是不是就選擇了 A 選項呢？所以說，大家在做聽力題的時候，一定要給自己留點時間，有15秒的間隔，你選完選擇的時候，其實啊，就是你在聽的過程當中就完成了，是不是？接下來的時間呢，一定要看一看下一道題目的選項，一定要做好預測，這樣你才会怎麼樣？有重點的去聽這些內容，不是每一句話都需要你記下來，而是你找重點，看哪句話重要，你就可以預測一下了。好，我們不多說，還是通過練習的方式幫助大家再鞏固一下。第二道還是關於求職招聘，我們還是從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開始，一起跟着老師做個預測。A 待遇比較低， B 最近剛辭職， C 新開了一家公司， D 需要計算機方面的人才。 A 說的是什麼？找工作的时候，对，說的是待遇，給的錢多不多，是不是啊？ B 呢？最近剛辭職，所以你要聽清楚，可能會提到辭職，你要聽清楚是誰辭職了。 C 新開了一家公司，這個也是，肯定是某個人開了，對不對？那到底是誰呢？你還是要做出來一個判斷。 D 需要計算機方面的人才。 D 選項，一看呢，它有一點不同，它可能是什麼？不是去找工作了，它是怎樣啊？它是招人。它需要什麼樣的人呢？它需要會計算機的，對不對？人才嘛，當然就是特別棒的，在計算機方面特別棒的人了。所以你要聽一聽，有沒有提到計算機呢？做完了我們的預測，還是下面呢就一起來聽一聽，看一看這些預測有沒有幫助你快速的找到答案呢？好，老師要播放聽力了，你們做好準備了嗎？29，你身邊有計算機方面的人才嗎？怎麼了？你們公司的小劉不是很厲害嗎？他上個星期辭職了，可能是自己也開公司了。我幫你問問，我有一個朋友是計算機系畢業的，正在找工作。關於女的，下列哪項正確？問題來了，關於女的，下面哪項正確？所以你剛剛聽到的內容最重要的是什麼？女的說了什麼？女的一開始說了什麼呀？我們在預測的時候有一個關鍵詞需要大家注意，那就是計算機。非常好，女的一開始就問了，你有沒有計算機方面的人才，对不對？所以你可以推測，你可以猜一猜，這個女的既然問了，她就是需要，對不對？她想要這個有關計算機方面的人才。好，我們可以基本上判斷 D 是正確選項。那 A、B、C 怎麼排除呢？關鍵詞待遇提到了嗎？沒有，所以 A 選項看都不用看，直接排除掉。B 最近剛辭職，好像是聽到了，但是之前提醒了大家，你得聽清楚誰辭職了呀？是女的嗎？不是，還有一個沒有說話的人是
小劉，C 新開了一家公司，說的也是小劉，而且人家說是可能，对不對？所以還不是100%的確定。那我們這道題啊，其實最關鍵的句子就是一開始的2句話。第一句話，你身邊有計算機方面的人才嗎？男的回答，我幫你問問，是不是？到最後他說他有一個同學，有一個朋友，是不是學計算機的，也在找工作，所以男的去幫女的問問，問什麼呢？他要找工作，他需要計算機方面的人才，所以問一問他願不願意去，對不對啊？所以我們的答案肯定就是 D 選項。大家做的怎麼樣呢？預測對於你們來說有用嗎？如果有用的話，相信一定有用，是不是啊？有用的話，一定要多練習練習。好，看完了這個部分，我們再來看，還有一道題目啊，再來一起做一下。先做預測 ：A 膠水用完了 ；B 照片可以打印 ；C 簡歷信息不完整 ；D 照片大小可以調整。看完了 A、B、C、D， 注意一下，膠水關鍵詞你有沒有聽到？聽到了之後，如果對話當中有，你要注意是不是沒有了？是不是沒有膠水了？是不是用完了呢？ B 照片可以打印，一定要听一听，如果說到照片到底是怎麼樣粘上去的還是打印出來的。 C 簡歷信息不完整，提到簡歷了嗎？一定要听一聽哦，如果有，看一看說了什麼。 D 照片大小可以調整，看來啊，預測一下 B 和 D 都有說到了照片，所以我們聽的過程當中很有可能對話當中一定會說照片，對不對？那你就要聽一聽關於照片2個人到底說了些什麼呢？好，做完了預測，我們還是來接着聽一聽。30，你有膠水嗎？借我用一下。你要膠水做什麼？簡歷上不是得貼照片嗎？你沒有電子版的照片嗎？直接放在簡歷上，打印出來就行了。女的是什麼意思？問題是女的是什麼意思？所以呀，聽的關鍵是什麼？你要篩選一下你的信息，剛剛你聽到的那一些到底是男的說的還是女的說的？男的說了一句什麼？你有膠水嗎？沒有說用完了沒有，只是說他沒有，對不對呀？所以用完了其實是個坑，人家不一定是用完了，很有可能這男的呀就沒有膠水。那他用膠水做什麼呢？他用膠水粘照片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是他的簡歷上邊還少一張照片。那女的最後給了男的什麼建議呢？你有電子照片嗎？可以直接打印出來，是不是？所以只有 B 選項是女的說的，是她的觀點。A 是一個坑，你們不要掉進去。C 我們可以知道可能是不完整，因為他的照片沒有貼，但是是男的還是女的呢？是男的。那 D 呢？我們是在討論照片，有沒有說大小啊？沒有，所以 D 呀也是放在這裡湊數的。那答案出來了，我們選什麼？我們選 B。怎麼判斷的？男的說，簡歷上不是得貼照片嗎？女的說，重點啊，問的是女的是什麼意思，所以女的說的很重要。她說了什麼？你沒有電子版的照片嗎？直接放在簡歷上打印出來就行了。所以言外之意，他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
照片可以打印，不一定直接需要你貼上去，是不是？所以答案自然也是選擇 B 選項。好，這些呢是關於求職招聘的一些練習。看完了求職招聘，找到工作了，要恭喜一下了，是不是？找到工作之後呢，你就要去辦公室工作了。那第二個在工作交往當中的小話題就是辦公室工作，還有一些對話呀，就是直接發生在辦公室裡的。那办公室工作當中經常會用到什麼詞呢？免不了剛剛都說了嘛，可以打印出來，是不是？複印、打印，每天都會用到一些這樣的工作內容，對吧？然後如果你跟電腦有關，現在的工作很少跟電腦沒有關係了啊，每天需要怎麼樣？打字。如果有文件呢，你還需要找領導簽字，對不對？在辦公室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文件文書，你要收文件，你要發文件，所以收發文件也是工作內容。當然更離不了的是什麼？通過郵件，對吧？保留一些重要的內容都要通過郵件來發送來確認，所以發郵件。那你在工作當中遇到問題了，你要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，所以方案也有可能在你的听力题目當中出现。最後呢，慢慢的你会負責一些项目成功了要簽合同，簽完合同還要準備各種各樣的材料，是不是？所以這些呢是跟辦公室工作有關的一些詞，希望大家也可以下去多熟悉一下，至少知道它是什麼意思，知道怎麼讀，对不对啊？聽到的時候有一個直接的反應。好，看完了詞彙，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題目當中，說做題先怎麼樣？先看題，看選項，先預測，非常好。我們看 A、B、C、D 說了什麼？ A. 文件丟了。 B. 王會計請假了。 C. 班主任遲到了。 D. 合同需要重新做。看完了4個選項，哪個選項你想把它踢走呢？如果是我的話，我特別想把 C 踢走啊。這個文件啊、會計啊、合同啊，都跟什麼有關？都跟工作有關。來個班主任，你是什麼意思呢？班主任難道說的是學校生活嗎？應該不會啊，因為不可能這麼簡單吧？直接說班主任 A、B、C 3個沒有任何難度就丟給你，所以呀，一開始就特別想把 C 踢走。那之後呢，還是需要來通過聽力直接來檢驗一下，不能說踢走就完全不管了，有的時候說不定真的給你挖了3個坑呢。所以啊，這只是一個方法，一般情況下呀是可以直接排除，但也不排除什麼時候都有一個1%的特殊性嘛。我們看 A 文件，關鍵詞文件哦，你們要聽的時候要注意了，有沒有說到文件呢？ B 王會計請假了，提到了一個人，對話當中聽一聽他有沒有出現。 D 合同需要重新做，關鍵詞也是對話當中有沒有提到合同呢？所以文件、王會計、合同，你來找找看到底說的是什麼，說了什麼，對不对？說的是文件、王會計還是合同？關於這3個事件，3個subject 3個主語到底說的是什麼內容呢？所以呀，我們還是一起通過聽力來檢查一下吧。28，你把這個項目的材料交給王會計。他今天請假了，他女兒發燒。那先放你這兒，等他回來後，請你交給他。好的。根據對話，下列哪項正確？問題：根據對話，下列哪項正確？
剛剛說了3個關鍵詞：文件、王會計、合同。你聽到了什麼呢？聽到了王會計，是不是？這男的說了有一份項目的資料，要交給王會計。女的說王會計請假了，是不是啊？答案已經出來了，就是王會計請假了。整個3個關鍵詞：文件、王會計和合同，只有王會計這個詞出現了，所以呀，很容易能選得到正確答案。至於 C， 一開始就被老師踢走的 C， 是不是真的沒有出現啊？所以真的在這裡只是給大家一個提醒，如果有一個選項一看就很不一樣、很特殊，它呀很有可能呢就是跟这個話題沒什麼關係，也就不會是正確答案。好，這道題最後我們的答案選擇 B， 關鍵句是什麼呢？一開始男的說，你把這個項目的材料交給王會計。女的回答，他今天請假了，他女兒發燒。用錯了，用了2個他，大家隨便選一個，不知道是男是女，在這兒把它寫成了又是男又是女，真是犯了個錯誤，請大家以後注意一下啊，區分清楚是男的還是女的。所以通過這句話，女的回答請假了，直接可以選擇到 B 選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們說預測還是有用的，直接找關鍵詞，聽力的時候也就用到了。好，看完了第1道題目，我們再來看第2道題目。還是從 A、B、C、D 一起來看一看。這次呢，給大家留10秒鐘的時間，你們先快速瀏覽一下，想一想你預測到的是什麼，一會兒再跟着老師一起看一看。心裡默默地數了10個數字，不知道大家想的怎麼樣？一起先來讀一讀。A. 有病毒。B. 顯示器壞了。C. 無法下載文件。D. 裝不上那個軟件。注意了啊，這裡是有一個錯誤的，是下載 download， 這是一個打字的錯誤，大家自己把它改過來吧，順便考考你們能不能想得起來下載2個字怎麼寫啊。所以我們看 A、B、C、D 4個選項，猜一猜這段對話可能說什麼？和電腦有關。為什麼這麼肯定呢？為什麼這麼說呢？有病毒，一般來說都是電腦要中病毒，手機也可以，當然現在是這樣嘛。那 B 呢？顯示器。這應該跟電腦有關了吧。C. 無法下載文件，可能是某個軟件沒裝好，缺某個軟件，所以沒有辦法下載。D. 裝不上那個軟件也是跟軟件有關，所以整個話題是辦公室工作，很有可能討論的是什麼？電腦有問題了，哪兒有問題了呢？你們就需要注意了。有沒有說到病毒？有沒有說到顯示器？有沒有說到軟件？最後判斷一下是不是這個電腦無法下載文件。好，有了預測，下一步呢？做什麼？一起來聽一聽吧。25。小謝，我的電腦裝不上這個軟件，你能幫我看看嗎？沒問題。是什麼軟件呢？一個錄音軟件。是不是你的硬盤空間不夠？那個電腦怎麼了？問題是那個電腦怎麼了？一開始女的說了什麼呀？我的電腦裝不上那個軟件。預測非常重要，剛剛給了你4個詞：病毒、顯示器、下載文件，對不對？文件還有軟件，直接就聽到了什麼呀？直接就听到重複了一下 D 選項啊，我的電腦裝不上那個軟件。問題又問的你就是電腦怎麼了？是不是答案一下子就選出來了呀？
好，既然答案這麼簡單，但是還是想跟大家分析一下 A、B、C 是怎麼排除的。A 你們怎麼排除呢？根本沒說，是不是？沒有說病毒，那就不用管它了，踢走。B 呢？也踢走，非常好。为什麼？沒有說嘛。C 無法下載文件，有沒有說？這個也是沒有說文件，對不對啊？所以出題人很仁慈，第一句話就給到你正確答案了，是裝不上軟件。所以呀，沒有辦法，所以呀，直接呀就是選擇了 D 選項。好，一起來看一看，說了那句話，關鍵句是哪一句呢？我的電腦裝不上這個軟件，你能幫我看看嗎？是不是跟我們的 D 一模一樣？所以說，不管大家在做哪一種類型的聽力題，做預測啊，從開始到現在一直在跟大家重複，要提前看選項，要提前預測，是不是真的聽出了繭子？但是還是要多說，提醒大家，這個是做題非常重要的一點，因為考試的時候時間非常緊張，你需要做的是快速的去做出預測，對不對？快速的去想，是說的哪一方面，可能會聽到什麼，關鍵詞是什麼，我到底通過，我到底聽的重點是什麼，對不對？這個需要大家平時多練習，你要提高你做預測的速度。好，今天的這些課程呢就到這裡了。今天我們就討論了一個大話題，關於工作的，是不是工作交往類的？裡邊說到了2個小話題。第一個，求職招聘，既然說工作嘛，當然要先找工作。第二個呢，辦公室工作，對不對？找到工作了就要開始幹活了呀。所以2個小話題，2組詞，都希望大家再複習一下。還有最後提醒大家，平時練習的時候就要做預測，要快速的瀏覽，快速的做出判斷。好，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，非常感謝大家和老師一起來學習。最後祝大家考試順利。明天開始下節課開始，我們就要一起來看新的一個話題了。新的話題是什麼呢？先不告訴你們，我們下節課再見。好，同學們再見。